今天我们来讲这个松树的中景和远景两种这个松树的画法。我们上一次讲的是整棵松树的画法，但是我们画山水画的时候啊，也经常用到这个中景和远景的松树。我们再简单的讲解一下中景的松树的画法。我们还是调墨、清水、调大墨，然后呢，用笔稍微干一点啊。我们经常讲画那个树干的时候啊，用笔稍微的干一点，水分不要太多。我们先画这个，先做中景松树的画法，还是稍微干一点啊，用笔稍微干一点。先上左边的，先出左边的枝，看我们出枝的时候和画那个大的松树是一样的，只是稍微的简练一点，不用这个勾的那么详细。树头的部分稍微勾出来。稍微的勾一下树根，树枝的部分。因为是画中景的松树，因为是比较远，我们可以稍微的寸一下，不用说像勾这个我们这个近处的这个松树那样勾，稍微的寸两下就可以。稍微寸两下就可以。我们画那个松针的时候呢，大家注意一下，我们画松针的时候就不用说勾这个半圆形的，可以勾就是说这样的竖的一个竖点，代表松针。因为是中景，离得我们稍微远一点，我们就是说勾的时候不用勾的那么详细，稍微简略一下。就勾这样的，就刚才做的示范啊，这样的点，竖的点。这就代表是松针。稍微的勾一点。我们勾松树的时候要注意啊，不要这个左右平均。这边的树枝稍微长一点，我们这个右边的就得稍微短一点。我们可以把这个下面的树枝稍微的再伸长一点。这是后边的。可以勾一点
小的树枝，让这个松树更丰富。这就是我们画中景的时候啊，这松树的画法，就是说不用皴的不用那么太细，稍微的简略的，在树干的部分稍微的简略的皴两下就可以。这是中景。松树的画法，还有一种是远山，就是说远处的松树怎样画？远处的松树就是说只画这个，可以用单钩啊，单钩直接勾出这个树干，稍微的出2个小的枝。可以出2个小的枝，要长短不齐啊，不要说都是一样的啊，要长短不齐的。然后画树叶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把毛笔，然后这样画，侧锋把毛笔握倒它，这样去画，也是啊，从上面。从上面，这我们要以后画到黄山呐，和这个别的题材的时候，我们就要用到这个近景的远景的松树。可以稍微的加一点小的枝杈，先勾树干，然后小枝，把毛笔啊，把笔锋的位置啊，我们稍微的让它这样侧着去勾这个远处松树的树叶。这是远景，这种远景松树的画法。这是2种啊，这也是我们要画这个山水画常用的2种松树的画法。